在河北保定有这样一种习俗，村里有长辈去世下葬的前一天夜里，要在村口的位置送魂。所谓送魂，各地的说法不一样，但几乎都是在夜半子时烧些香烛、纸钱、纸人、纸马、纸车。那天村里长辈去世，李宗平晚上忙活完，喝了点酒，跟着大家伙到村口送魂的时候，已经有点晕乎乎了。相传喝了酒的人时运低，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这不，李宗平无意间的一抬头，他就发现火堆的另一旁似乎站着一个人。定睛一看，那似乎是一个老人，正透过火焰远远地看着前方磕头跪拜的人们。虽然看不清他的面貌，但李宗平总感觉这人有些愤怒。当时他也喝多了，脑子不太灵光，还在想这人为啥站在火焰后面。因为好奇，便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。可当他无意间瞥到供桌上的那张遗照，整个人差点吓尿了。因为那火焰后面的人影正是他们祭拜的老人。李宗平以为自己喝多了，眼花了，便揉了揉眼睛，再一看，火焰旁的身影凭空消失了。见此，李宗平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只以为自己喝多了，看花眼了。那些纸人纸钱烧了很长时间才烧完，大伙忙完都回去睡觉了，准备明天一早出殡。李宗平回家睡觉之后，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在梦里，他十分惊慌，在一片漆黑的空间里奔跑，也不知跑了多久。突然身后两道强光照在了他的身上，转头一看，是一辆车从远处黑暗中急速地朝着他开了过来。他本想接着跑，可一转头发现前方没路了。就在这时，光线越发的刺眼，李宗平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一扭头，发现那辆车直直地朝他快速驶来。他想要躲避，但发现身体根本不听使唤，怎么挣扎都动不了。看着越来越近的汽车，李宗平绝望地抱着头蹲在地上。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可等了半天，车子都没撞上他。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，抬头向前望去，只见那车子停在了自己不远处的地方。不过他盯着车子看了好久，车上的人也没有下来。就在他心中愈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又发现自己侧后方凭空出现一个人。转头看去，竟然发现这人正是村里去世的那个长辈，只不过他此时更是一脸的凶相，恶狠狠地瞪着李宗平。紧接着他向李宗平一步步走来，嘴里一直嘟囔着：“你把我的车弄坏了！”李宗平吓得大喊：“你别过来！”那老人的脸离他越来越近，强烈的恐惧刺激下，李宗平惊醒了过来。醒来后的他发现父母正在炕边一脸纳闷地看着他。原来李宗平刚才发出的惨叫惊动了父母。李宗平缓了一会儿，将刚才的噩梦以及在村口看到的一幕全都跟父母讲了一遍。老人见多识广，听完之后很快便弄明白了这事的缘由。原来这事还得从那天晚上去村口前说起。当时大伙正往村口搬运祭品和那些要烧的纸人、纸马和纸车，而抬那辆纸车的人正是李宗平和其他的两个亲戚。不过因为李宗平当时喝了点酒，下手没轻没重，竟然不慎将纸车给撕坏了。那会儿正忙，大家也没注意，就一并给烧了。去世的老人收到后却发现是坏的，所以这才到梦里找他。第二天，李宗平不敢耽搁，按照父母的吩咐去城里的丧葬品，又订了一个纸车给老人坟前烧了。之后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。下面的这件事啊，发生在90几年，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。我们村有一户姓李的人家，那天放学路过他家时，突然听到一间破屋里有人在呼喊，这让我非常好奇，就想走过去看一看。我拉着发小来到了那间房子的窗户前，窗户上有铁栅栏，我用石头垫着脚爬上去往里面看。屋里黑乎乎的，地上有一个床铺，好像住了人，但是并没有看见任何人。我正想下去，突然从窗户一边冲出来一个黑影，吓得我脚下一滑，摔了下去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还没有穿着衣服，她的样子很是吓人，吓得我们俩急忙回了家。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跟父母讲起了此事。我妈说那是老李头给他的光棍儿子买回来的媳妇。我一脸诧异地问我妈：人也可以买吗？但是他们好像不太想说那件事，说小孩子不懂，赶紧吃饭吧。很多人都知道了，老李家小破屋里关着一个疯女人，有调皮的孩子还会往里面扔石头砸他。
我看见后就会上前制止。我觉得他非常可怜，经常会把好吃的留着送给他。有一次，他递给我一个纸条，说那是信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写给谁的，我打开看了看，上面用木炭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，也不知道是啥意思。村里人都说他有神经病，所以老李家才买得起，如果不关起来会到处乱跑，甚至还会打人。可我并不觉得他可怕，只觉得他可怜。大概就这么过了2年，一天周末，我去了二村的发小家玩，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打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人，他主动跟我说话，好像很熟的样子，问我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还让我小心点，别走丢了。我仔细一看，才认出是李宗平买的疯媳妇，只是他这次头发打理得很整齐，脸也很干净，穿着新衣服我没认出来。我就问他是不是老李家把你放出来了，他说他要回自己家了，以后没人能关注他了，还让我快点回家，妈妈找不到我会伤心的。然后我看着他出了村走远了，我妈担心我出来寻我，在路上碰到了，我还高兴地跟他说我看见了李宗平的媳妇，他不疯了好了。我妈脸色一下就变了，让我别瞎说。她跟我说李宗平的媳妇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淹死了，说是他把锁打开了，从小黑屋里跑了出来，李家人拿着棍子在后面追，他无路可跑，投了河，直至河水淹没他的头顶，也没回头和停下，就那样被淹死了。我妈跟我说他这样就解脱了，以后都不用遭罪了。我心里实在难受，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哭。后来我一直在外面上学，这件事不怎么会想起来，直到大一暑假那年，我回到老家，看见老李家把那间黑屋给拆掉了。每当走到那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女人。我在想，如果是现在，我肯定会想办法帮她逃出来。李家一共兄弟3人，老李头76岁那年不行了，兄弟仨围在老父亲身边，等着老父亲留下遗言。老李头特意强调自己是木命，不能火葬，一定要入土为安，否则永不超生。交代完，两腿一蹬就驾鹤西去了。3兄弟哀伤难过之余，张罗起了老父亲的丧事。可是村里有火化政策，想土葬可没那么容易，主要政策卡得紧，村长也不敢开这个口子。3兄弟是软磨硬泡，好话说尽了，可村长仍旧是不同意，怕为这事把乌纱帽给丢了。3兄弟实在是没了办法，只能把老父亲送去火化。火化的过程咱们就不细说了，火化完就按照村里的习俗出殡下葬了。到这还都什么事也没出，可就在3天后，村里起了一场大火，被烧的正是李老大家，火势很大，等扑灭就只剩下房架子了。而被烧毁的不只是房子，李老大也被烧死在了屋里。等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，都成焦炭了，看得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到这人们还没发现什么不对劲，办完丧就把李老大埋进了祖坟。就在李老大死后1周，村子里又起了一场大火，也是在大半夜的时候。着火的是李中平家，也就是李家的老二。起火之后惊动了左邻右舍，老老少少的全都提着桶端着盆帮忙灭火。可是火势太大，等扑灭了，房子都烧塌了。李中平媳妇逃了出来，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了。他一直嚷嚷着是老李头回来放的火。他说睡到半夜的时候，李中平突然就坐了起来。他问李中平去干啥，李中平也没回答他。他发现李中平面色不对，还翻着白眼，正想伸手看看李中平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可刚把手搭到李中平肩上，却被他一把甩开。李中平猛地跳到地上，嘴里重复着你们这些不孝子。随后他就跑到桌子前，拿起了打火机。媳妇刚想上前问问到底怎么了，哪知道李中平把打火机往前一伸，点着了窗帘。媳妇冲上前想要夺下打火机，却被李中平狠狠地推到了一旁。李中平点燃了窗帘，又把被子点着了，然后被子柜子整个屋子都烧了起来。看着那越窜越高的火苗，李中平媳妇吓得转身就往门口跑。他前脚刚出门，火苗一下子就从门里窜了出来。李中平媳妇从火海里逃了出来，他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却看到烈焰中李中平被死去的老李头抓着双手。就这么着，李中平也被烧死了。在旁人看来，也就是老李家倒霉，可老三李小平却说这是老李头对他们的报复，就是因为兄弟仨没听老父亲的遗言把他土葬。为了让李小平逃过被烧死的命运，媳妇找来了一个看事先生。先生说老李头遗愿没有完成，一口怨气变成了厉鬼。李小平两口子慌了，求那先生给想个破解的法子。先生收了钱，给画了几张符，说是可以挡过去。李小平以为这样就没事了，可1个月后他还是出了车祸，车着起了大火，因为车门变形了打不开，李小平被活活烧死在了车里。就这么着，李家爷4个在1个月内全都死了，而且全都死在了火里。你说这邪门不邪门？半夜都会听到敲门声，开门后却什么都没有。
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？故事发生在2014年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开发区的一个出租屋里。我当时在那附近找了一份新工作，租的房子也离公司不远。由于上一份工作辞掉以后，连着几个月都没工作，手头有点紧，租的房子实在是没法说了。这几天同事李宗平看我黑眼圈那么重，调侃我晚上都去干嘛了。他这个人十分豪爽，很快便跟我无话不谈。我告诉他，我可被折腾惨了，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，便跟他讲起了遇到的遭遇。我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很老旧的小区，一个很小的单间，小区也不知是哪年建的，又脏又乱，就是价格低。而我住的那个单间是房东在2个楼相隔的间隙里私自建的，按说这也属于违章建筑，可没有人管，以150元的价格租给了我。那个房间采光很差，还很潮湿，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搬了进去。可就在我住进去的第1个晚上，半夜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了。大半夜把我吵醒，我很是不爽。起床之后，我打开房门问谁呀？不看看这都几点了，却发现门外一个人都没有。这让我非常纳闷，什么人能速度这么快跑没影了？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心想也许是自己听错了，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，便上床继续睡了。就在我睡下不久，又传了一阵敲门声，这次我的确没有听错，几乎都能感觉到门外站了个人在用力的敲。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想着肯定有人恶作剧，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房门，直接开骂，哪个王八蛋在这捣乱，有种你别走。以我这么快的速度开门，我当时觉得肯定能看到他，可门外还是那条光秃秃的马路，不见半个人影。这次我没有轻易放弃，我把周围都观察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恶作剧的人躲在了哪里。但是观察的结果让我更加奇怪了，我的门前空旷的连只老鼠都藏不住，更别提藏人了。这一下让我的后背冷汗直冒。敲门声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没有人，难道是鬼？我以为敲过2次就会就此就作罢，没想到之后敲门声更加猛烈。我壮着胆子又查看了几次，依然没有看到人，整个后半夜都没有消停，直到挨到了天亮。李宗平听完也觉得很邪，他说他有个看事的大爷，让他来帮我看看。下了班之后，我就去请大爷帮我看下，他那大爷看起来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，一听我是李宗平的好朋友，立马答应帮忙。我们俩来到了我租住的小房子，想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。那个大爷也没进屋，背着手在周围转了几圈，好像看出了门道，随后就把我拉到了一旁，跟我说我住的地方挡住了阴路，难怪会被鬼敲门。这2个楼本来是分开的，中间是一个过道，白天走的是人，到了晚上便会走别的东西，但是现在被我房东把这里堵了起来，那些东西走不通了，又没有意识，不会拐弯，就会一直在那里乱撞。大爷让我尽快搬走，说这只是刚开始，慢慢的这个地方会聚集的东西越来越多，阴气和煞气就会越来越重，谁住这里都会倒霉，之后就不是撞那么简单了。我听完后冷汗直冒，问大爷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。大爷临走时给了我一张符，让我贴在大门上。说来也怪，自从贴上之后，晚上还真没有人在敲门，不过那房子我也没敢再住。10几天后，我又重新找了一个房子，匆匆的搬走了。那间房子到现在还在出租，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跟我有一样的遭遇。下面的这件事说是《聊斋志异》中苏州府有这么一位王员外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，经人介绍看中了一套宅院，只是价格有些低廉，卖家姓李，叫李宗平，说他这宅院是他叔父所留，膝下无子，死后便继承给他了，自己则在乡下住惯了，偌大的宅院他没有付份销售，不如找人接手。王员外以为自己捡了漏，签字画押办理了手续。李宗平拿着卖房的钱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回了乡下。王员外住进去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，那时正赶上梅雨天，3天2头就下雨。那一夜风雨交加，王员外正在熟睡，忽然听到院中有人尖叫，起身披上衣服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丫鬟小玉，吓得面容失色，嘴里还不停地说有鬼。他眼睛瞅着的是院中的一面隔墙，王员外瞅了瞅，上面除了雨水并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小玉就说起了自己先前所见，他说他忙完手里的活，正准备回房睡觉，
经过隔墙的时候，隐约看到有2个人影。一声惊雷之后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用刀子刺向一位老者，他吓得大叫一声，墙上的人影便不见了。王员外走到隔墙跟前，拍了拍，摸了摸，却没发现有任何异常，就是寻常的墙壁。他以为是丫鬟看花了眼，让他早点去休息。就在这件事过去了3天，又下了一场雨。王员外夜里出去方便，刚一出门，就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墙壁上，墙上出现了一幕让王员外惊掉下巴的情景，就跟丫鬟小玉说的一样，一个年轻人正用刀刺杀一位老者，而且看那年轻人有些眼熟，不正是卖房子给自己的李宗平吗？闪电过后，墙上的影像就消失不见了。那一夜，王员外左思右想，都没能入睡。等到了第2天天亮，他早早地来到了衙门。县官跟他有些交情，他把夜里所见都说给了县官。县官听完也觉得蹊跷，便带着官差来到府上，在隔墙下挖掘。这一挖不要紧，还真挖出一个人来，正是那宅院的前主人李老爷。县官忙派人把李宗平抓了回来。等到了大堂之上，经堂木这么一拍，吓得李宗平一哆嗦。县官让他如实招来。李宗平看到叔父的尸体被挖了出来，也不敢狡辩，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杀害叔父的过程。论起来，李宗平只是李老爷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因为游手好闲，又小偷小摸惹了麻烦，就投靠到了李老爷的府上。本想着能跟着过几天好日子，却没想到那李老爷吝啬之极，不但家中无一下人，所有的活都让李宗平干，每餐不是白粥就是咸菜。没几天，李宗平就受不了了，他趁着雨夜想偷些值钱的东西，一走了之。结果还是被李老爷发现了，一路追打他到隔墙之下。李宗平情急之下刺杀了李老爷，并将尸体埋于隔墙之下，翻找出房契，又将房子低价卖给了王员外。案情明了，李宗平被动了大刑，打入了死牢，择日问斩。王员外以为李老爷冤情得雪就会太平，可没想到一下雨，墙上还会出现李老爷被杀的一幕，他就把隔墙拆掉了，塑了一座假山在那里。怪事再也没有发生过。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习俗，人死之后，睡过的床要扔到河里冲刷几天，去掉湿气，下葬之前还会用红绳绑住双脚。事情发生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。李宗平是做工程的，平常喜欢和包工队的人打打牌，他们接的工程也不大，都是一些小的基建项目。那一次，李宗平接到电话，工程队揽了一个活，在金乡有一个小工程，由于距离比较远，他们打算在那搭个帐篷住。那时正值夏季，十分炎热，离工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河，李宗平就叫了一个工友跟他一块下河洗澡。2人不一会就来到了河边，脱了衣服下了水。让他们奇怪的是，河里不远处放了一张床，他俩走向近前，发现这床虽然不是新的，但是没有坏，还能用。李宗平就想着洗完澡后把这床搬回去自己用。床是竹制的，搬回去也没费多大力气，因为是单人床，只够睡一个人的。李宗平舒舒服服地躺了上去，因为是竹子的，睡着还挺凉快。可睡着就出现了怪事，他总觉得有人在按他的脚，迷迷瞪瞪的，睁眼去看，发现床尾有2个模糊的人影，正用红绳缠住他的脚，把他的2只脚给绑上。然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，他感觉到身边躺了一个人，而且不是活人。这大夏天的，他发现自己非常冷，而且自己怎么动都动不了。李宗平当时也分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自己在做梦，整整和那个人在床上挤了一宿。第2天一大早，工友把他给喊醒了。醒来后的李宗平发现他的脚动不了了，工友扶着他，试了又试，就是走不了路。没有办法，只能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可医院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，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也没啥作用，就说回家养着。李宗平的母亲每天急得直掉眼泪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请了一个会看事的先生回来。那个先生问李宗平在金乡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或者是遇上什么奇怪的事。李宗平如实的把金乡所遇到的事说了一遍，也包括在河里捡床做梦被绑脚什么的。那先生听完就说这就好办了。他说金乡那边有个风俗，人死了之后，睡过的床要扔到河里冲刷几天，去掉湿气，
死去的人在下葬之前还会用红绳绑住双脚，至于为啥那么做，他也没说。李宗平是睡了死人床，沾上湿气，被当成了死人。那先生让李宗平的母亲找了一把剪刀，在李宗平的脚下一比划，然后咔嚓在脚之间剪了一下。说来也怪，李宗平下地就能走路了。自那之后，李宗平再也不敢乱捡东西。下面的这件事啊，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从小就不喜欢下雨，因为在下雨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怪事。说起来那还是上小学时发生的事了。有一次班里轮流值日，放学后轮到我和李宗平2个人在班里打扫卫生。我们一边打扫一边打闹，磨磨蹭蹭弄了好长时间，直到外面响起了雷声，阴了天。李宗平就说马上要下雨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，都没有带伞，往回走的时候也没下。李宗平和我住的不在一个村，半路上我们就分开了。我还没进村，雨就哗哗的下来了。我捂着脑袋就往家跑，想着跑快点就少淋点雨。那时村里还没修路，一下雨到处都是坑坑洼洼。我跑得比较急，一下子脚下一滑，毫无防备摔了个狗吃屎，顿时脚脖子传来刺痛，脚扭了，这回跑不起来了，连走道都费劲了。我一步一瘸地走到村口的老榆树下，想着再累歇一会儿，缓一下。我把书包放在了石桌上，坐在了石板凳上。雨越下越大，我正愁没办法回家呢，打从远处走过来一个人，还打着一把雨伞，而那种雨伞只在电视里看过的油纸伞。那人年纪轻轻，却穿着一种很老气的衣服，样子也有些眼熟，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那人走近前问我怎么在这坐着不回家，还说要背我回家，然后他把我背在了身上。我就问他，叔叔，我觉得你特别眼熟，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那人说小时候就背过我。等他把我送到家门口，我回头想谢谢他时，却发现人凭空消失了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发现脚脖子有些不对劲，有一大片淤青，就像有人用力地攥过一样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上学，一出门就碰到了邻居二胖。当我看到他那张脸的时候，瞬间想起来背我的那个人是谁，就是二胖的爸爸。我跟他讲，昨晚看到他爸了，还送我回的家。可二胖的爸爸早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当时二胖觉得我在胡说，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，而且二胖还跟我说，昨天晚上是他爸的忌日，可能真的回来过吧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大伯和我家的关系就不好，等我长大后，他俩在祖屋的分配问题上更是有了矛盾，所以自此便不怎么往来了。前段时间我接到了堂哥的电话，说大伯去世了，要我们去参加葬礼。正巧我爸当时的身体有点不好，便让我作为代表回趟老家。关于老家我还是比较陌生的，也就少数的几次探亲留下点印象。根据我爸给的地址，我换了好几次车，才终于来到了大伯所在的村子。而大伯的家也并不难找，我沿着村中的小路往里走，很快便找到了他们家。可就当我准备进去时，旁边大树下的一个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那人的年纪不大，一头黄发，正鬼鬼祟祟地盯着大伯家的方向。我觉得奇怪，便向他走了过去。可那小伙子很快就发现了我，眼神中显得有些惊慌。等看到了正脸，我一下便认出了他是大伯的小儿子，叫做宋人头。其实我和他上一次见面还是在2年前，但他身上穿的夹克衫和一头的黄毛，还是让我一眼便认出了他。而这件夹克也是我2年前送给他的。大伯还说他很喜欢经常穿在身上。至于那一头的黄毛，当时也给我留下了印象。这小子不怎么争气，跟着村里的混混学坏了。想到这，我顿时就有些生气。大伯的灵堂就在前面，他这个当儿子的怎么还一副混球样子？说着我就要拉他往大伯家走，然而我刚拉到他的手，就被他用力地甩开了，眼神也从刚刚的惊慌变成了愤怒。随即他又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，走时还在嘴里骂骂咧咧的。见此情形，我也只能干摇头，回身便继续往大伯家里走去。进屋之后，堂哥和嫂子都显得很是客气，因为确实好久没见了。等我穿上了校服，对着大伯磕完了头，随后又和几个眼熟的亲戚打了招呼。等一切程序都做完，我便跟堂哥说起了刚刚发生的事。可堂哥却说，人头这小子去年就进城打工了，已经许久没了音讯。而这时
一旁的几个七姑八姨也插话了，言语中说的都是送人头的不好。见此情形，我也不好说啥，毕竟这些都是他们的家事。当时在老家的风俗是人死后必须停棺3天，而作为他的亲侄，我也有守夜的义务。但乡下的夜晚可比城里冷多了，一股股的冷风吹来，我也无心睡眠，便决定到屋外去抽根烟。然而当我刚点上，还没来得及吸上一口，就被吓了跳。原来在院门口有一个身影，正是大伯的小儿子宋人头。只见他偷偷地看着灵堂，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。不过此时他也发现了我，赶忙掉头就跑了。当时的我也不知是怎么了，看他跑，自己也跟着追了出去，心里只想着把他给追回来。虽然这小子跑得挺快，但我也跟得不慢。可奇怪的是，我跟他的距离总是差上那么一点。最后我一狠心也不管了，干脆扑了过去，一下子便把他给扑倒了。然而就在倒地的一刹那，我感觉他的身体很轻，像是扑到了一只羽绒枕头上。而人头在倒地之后也不跑了，只是愤愤地看着我，嘴里依旧是骂骂咧咧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就怒了，指着大伯家的位置就说他不孝，连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都不敢去见。似乎被我说到了痛处，他的气焰瞬间就消失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他的手背上有血迹，我以为是刚刚摔倒的时候擦破的，便赶忙去查看。可就当我把他的袖子撸起来时，顿时被眼前的手臂给惊到了。只见他的右手臂上全是伤痕，而且还明显的肿起了一层，这一看就是被人用棍棒给打的。见此情形，我也不再想着磕头的事了，赶紧追问起了他的伤势。可宋人头只呆呆地看着前方，嘴里碎碎地说道他想回家，但又怕堂哥打他。闻言我整个人就是一抖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随后他又说出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，说是让我救他，堂哥把他打得好疼。这话一说完，宋人头整个人都变得有些模糊了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他的手臂也变软了，直到最后他的身体竟是像一缕青烟似的飘散在空气中。这种诡异景象让我一阵眩晕。我知道自己是遇上脏东西了，但我很确定这其中的缘由远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想到这，我定了定心绪，默默地走回了大伯家。刚到院子，便发现堂哥和几个叔伯正在抽烟。他看到我就很热情地给我递了一根，然而我却并没有接，只是一脸正色地问起了人头的事情。闻言，堂哥递烟的手一僵，而我也明显看到他的脸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。不过他立马就笑了笑，藏住了刚刚要蔓延的惊愕，只说了句他管不了这小子，全当没这个弟弟。见堂哥这个态度，我的语气又加重了些，追问他有没有打过宋人头。闻言，堂哥倒是没有否认，只说今天是给大伯守孝的日子，让我不要再说这事，不然亲戚也别做了。他的语气很重，一旁的几个叔伯赶紧来劝，但多半是说人头的不是，显然都很看不上这个不学好的晚辈。见此情景，我也就不再多说。到了第3天出殡之后，我便匆匆地离开了大伯家。然而我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去当地的派出所和警察说明了堂弟失踪的情况。之后警察在上门询问的过程中也觉察到了异样，便立马展开了调查。在经过一番搜查之后，很快便在堂哥的后院找到了人头的尸体。经过法医的查验，尸体上有多处外伤，而致命伤在后脑的位置，疑似为钝器重击所致。在审理过程中，堂哥也交代了是自己在打骂弟弟的过程中失手重击使其死亡的事实。可在后续的审理中，堂嫂没顶住压力，交代了堂哥的另外一种动机。原来我大伯在重病时曾和堂哥说过，死后要把自己的房产分一半给这个不成器的小儿子。而我堂哥在一次打骂人头的过程中，也不知是不是心魔作祟，竟然下了重手将其打死。事后两人合力将其埋于后院，跟亲戚邻居谎称人头去外面打工，和家里断了联系。由于宋人头平时的作为早就惹得周遭怨声载道，对于他的离开反而多是拍手称快，所以这事也没人再去深究。直至我这个局外人的出现，才让真相水落石出。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县有一种风俗，叫做送盘缠。村里有老人去世了，会在路边用砖头搭建一个简易的小庙，天黑之后来这烧纸钱。2015年元旦期间，我公司放了几天假，假期前一天晚上就开车回老家看望我爸妈。我从石家庄市区出发，往新乐老家赶。
当时车流量比较大，十分堵车，快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通往村里的小路上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我发现不远处似乎蹲着一个人，像是在捡什么东西。看到我的车子驶过来，他回头远远地看了一眼，我赶紧减速，同时按了按喇叭，生怕大半夜出什么事。但是开到近前才发现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，路边却有着一个用砖头搭建的简易小庙。这个小庙在我们这边是给去世的人送盘缠用的。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还是不小心压到了小庙前的一堆纸灰。车子开过，带起一阵风，顿时间吹的那堆纸灰飘得到处都是。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总觉得有些冒犯死者，再加上这大晚上的，让我心里直发毛。可就在这时，我无意间瞟了一眼后视镜，却在后视镜里看到刚刚突然消失的那个人影。只见他站在后方，远远地看着我的车子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我依旧能感觉到这人表情十分愤怒，有些怨恨。我被这一幕吓得不轻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朝着家里赶去。到家之后已经是半夜了，父母还给我留了饭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刚才的事情已经忘却了。都去休息之后，我也回了自己的卧室，当时根本不困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直到提示电量不足，我才想起来我的充电器落在了车上，手机没了电就跟掉了魂似的，浑身难受。我就起身去门外车上拿充电器，车子就停在门口。已经后半夜了，村里格外的寂静。我刚出门，按了下钥匙，准备打开车门，突然发现车子后面站着一个人影，我顿时被吓了一大跳。第一反应是有小偷，连忙走了过去。我纳闷的是，我绕着车检查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那个人。这一下让我更加害怕了，难道是我自己看错了？心中隐隐又想起了晚上回村遇到的事。我赶紧打开车门，寻找充电器后赶紧回屋。可就在我钻进车里的一瞬间，顿时感觉车里有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种感觉十分的真切，异常难受，总感觉有阵阵凉气起来。这时我下意识转过头去，不想竟然看到车后坐着一个鬼影，而且那个人有些熟悉，似乎就是我刚刚村口遇到的那个人影。此时他正一脸愤怒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你弄坏了我的钱！”看到这一幕，我直接就吓尿了，大喊一声：“有鬼！”惊慌之下，我无意间碰到了车子的喇叭，车笛声惊醒了爸妈，连忙跑了出来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当时吓得已经瘫在车里不会动了，想张嘴说话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。看着眼前的爸妈，我那根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，嘴里结结巴巴地说出有鬼之后，眼前一阵发黑，晕了过去。后来我跟爸妈讲起我在村口压了纸灰的事，这才知道村里的李老爷子今天下午去世了，确实是在那送的盘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爸赶紧买了点香烛，之前带我去村口的那个送盘缠的小庙，一边烧纸钱，一边念叨着给人家赔不是。李老叔，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您可多担待啊。现在的孩子啥都不懂，可不是故意的。再说论辈分，小发也得叫你一声爷爷，您可别跟这孩子一样，您老多担待。烧完纸后，又领着我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响头。做完这些，我们便起身离开了。走出去老远，我还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，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似乎又看到那个老爷子蹲在小庙前捡东西，似乎是注意到我的目光，他转过头也看向了我，不过脸上再没有那种怨恨的表情。也正如我妈说的，老爷子毕竟是村里的长辈，如今我们赔不是了，人家自然也不会跟我计较了。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，当时我正在山东某技校上学，也不好好学习，经常泡在网吧。我和胖子在网吧玩到了凌晨4点才下机，天都还没亮。我们那个学校特别偏，好在有辆电瓶车，往回走的时候，胖子靠在我身上睡着了。我骑了7、8分钟来到了学校，等到了学校门口，胖子说他有点饿，让我去买点包子，一直不停地求我，反正没多远。我不情愿，也没有办法，那笨蛋连电瓶车都不会骑，而且我也有点饿了。骑上车，他还嘱咐我豆腐脑别放香菜，我又往回骑，一路上除了树林啥也没有，天也蒙蒙亮。骑着骑着，我发现路边站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，我当时胆子有点小，看见一个白衣服的女人，让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毛。那白衣服女人长头发遮着脸，更加像一个女鬼，
他听到我骑车的动静，往我这边一转身，我这才看清他的脸，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他说他实在叫不到车，让我载他一段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就让他上了后座。第一次载女孩，他一只手搂着我的腰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当时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，我还特意减慢了车速，一是不想颠倒他，二是不想太早到地方，因为被女孩搂着腰的感觉还挺爽的。在我当时的意识里，我是一直往村镇的方向去的，但是我发现车子快没电了，按正常用电量来说是不至于没电的。我当时还想，一去一回也就10分钟，一格电都用不到。一路上坐在后边的女孩也没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要说啥，也没讲话。然后我听见了电话铃声，是一种很远的感觉，像是隔着很多层东西传来的。我开始以为是他的，但是他没有反应。然后我有了一种意识，电话可能是我的，我连忙停下车，掏出手机，果然是我的电话，是胖子打来的，语气很焦急很生气，说问我干嘛去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往前都瞟了一眼，当时就把我吓尿了。我的车子停在一个很陡的悬崖前面，如果不是接到电话，接着往前骑肯定会掉下去。我再回头看的时候，那女人已经消失了。我电瓶车骑到了山上，我跟胖子讲明了情况，他急忙带着几个同学来找我。我所在的位置徒步上来都很费劲，他们都纳闷我是怎么骑上来的，而且我认为只骑了几分钟。实际上从我和胖子分开，他打来电话已经隔了2个多小时。那天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子从山上抬下去。后来我听说前几年有个穿白衣的女孩在那跳下去自杀过，不知道是不是她惹的我。早以前山中买卖人口的贩子非常猖獗，很多讨不到老婆的光棍便会花钱买个女人。这天村里的柱子也不知道从哪扛回来一个女人，那些被拐来的女人刚开始都会狠狠地闹一闹，可到了后来有了孩子，也就她下心来过日子了。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大家都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同情这些女人。柱子买媳妇这事大家讨论了几天，也就没人再提了。不过听说那个女人特别贞烈，闹腾的特别厉害，接连跑了几次都被抓了回来打个半死。可一有机会她还是会跑，即使已经怀孕了。柱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哪会饶了她？那个女人几乎天天都是一身的伤，而且肚子还越来越大。村里人每天都能听见她那凄惨的哭声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听说那个女人终于老实了，每天洗衣做饭，即使不锁门，她也不会再往外跑了。而且对柱子那同样恶劣的娘也不再顶撞了。柱子他娘也不是好东西，平时柱子不在家都是他看着那个女人，即使现在那女人不跑了，他还是每天辱骂威胁着那个女人。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，那个女人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柱子和他娘都很高兴，马上就有后了。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传说中的草鬼婆，而且他也没打算放过这对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母子。那天柱子出去种地，他娘出去串了个门，回来发现那个女人不见了，顿时有些担心，生怕她跑了。那女人可是怀着他们家的骨肉。老太太找了半天，终于在后院柴房找到了那个女人。可眼前的一幕却吓坏的柱子娘，只见那个女人已经吊死在了柴房的房梁上。那女人的死相非常恐怖，据说舌头伸出来老长，腿上一直往下流着血，看样子孩子是没了。柱子娘刚想喊人，突然觉得自己肚子一阵剧烈的绞痛，柱子娘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一头栽倒在地，不停抽搐起来。柱子娘就这么死了，死因不明，不过据说她尸体上爬了很多黑虫子。柱子也没得好，据说那天正在地里干活，突然大叫一声便栽倒了下去，跟他娘一样就这么死了，死的时间竟然跟他娘时间是一样的。就这样柱子这一家全都死完了，最后谁也弄不明白死因。后来人们听说那女人是南方的苗人，以前在家时是个草鬼婆，只是那时人们都不知道所谓的草鬼婆是什么。自从柱子一家死后，他家的房子就空下来了，后来也有人住进去过，都死得很惨。慢慢的这里变成了人人畏惧的凶宅。渣男年年有，每年都不少。男子得到女人身体后狠心抛弃，结果被女人用邪术折磨致死。那一年，厂里为了革新技术，把我派到了广州的一家厂里学习培训。那一天我下了班，在路边大排档随便吃了点饭，往居住地走。可一路上被一种烧纸的味道呛得不行。当我路过一条小巷时，看到小巷里蹲着一个老太太，那老太太面前有一堆燃烧的纸，她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手里还挥舞着什么东西。这画面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，我很想知道那老太太大晚上的在干什么。
我也没敢出声去问，而是轻手轻脚地往前靠，想看清他在干什么。离得近了，能看清他一只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而另一只手挥舞着，拍打在上面，嘴里还念念有词的。不过他说的是粤语，我不能完全听懂。我怕被他发现会有些尴尬，又轻轻地往前蹭了蹭。借着火光，我看清了他手里压着一个黄纸裁成的小人，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只鞋，挥舞着打在纸人的身上。可能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，他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猛地回过头来看着我。在火光的映衬下，他布满沟壑的脸显得有些狰狞。我愣了一下神，转身快速地离开了那条小巷。可当我走到街上，发现路边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蹲在路边，用鞋底拍打着手里的纸人。这场景让我觉得很是诡异，我匆匆地跑回了居住地。我大汗淋漓地进了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和我同住的是厂里的技术员阿豪，看到我惊魂未定的样子，还操着一口别扭的普通话笑话我。哈哈，你小子被鬼追了，搞得满头大汗的。我看到了一些诡异的东西。我把路上看到的事和他说了一下，听了我的描述，阿豪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。阿豪跟我解释说，这天是7月15中元节，他们这里有打小人的习俗。阿豪的说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，就问他关于南方打小人的传统。阿豪解释说，每到7月15中元节这天，就会有很多人把自己憎恶、怨恨的人的名字写在一个纸人上或者木偶上，然后用诅咒的语言拍打咒骂什么，那个人就会承受什么。我听阿豪说的玄乎，不太相信。不是吧？这不就是对别人的诅咒吗？有用吗？你可别不信，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就是被这样搞死的，你说有没有用？阿豪就跟我讲起了他以前的一个工友就被人用打小人的方法诅咒过。听阿豪这么说，更是勾起了我的兴趣，就让他讲来听听。阿豪好像也不太愿意提起这事，点了一根烟，吸了几口才讲给我听。那是他以前在一家电子厂打工时遇到的事。他当时所住的宿舍一共有3个人，胖子阿肥还有花花公子阿哲。阿哲回来了，又带哪个妞去开房了？讲来听听啊！走开，死胖子，没心情理你了。阿豪对阿哲的印象并不好，因为阿哲长相帅气，和很多女孩都有暧昧关系，平时没少在宿舍说他和那些女孩子怎么样的。事发那天，阿哲一进屋就阴沉着脸，阿肥不会看人脸色，还上前让阿哲讲他的风流韵事。可阿哲却没有好气的一把推开了阿肥。阿豪把阿肥拉到一边，让他不要自讨没趣。阿哲衣服也没脱，直接躺到了床上。可他刚躺下没2分钟，就腾的一声坐了起来，双手抱头痛苦的大叫起来。阿豪和阿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想走过去看个究竟。不看不要紧，靠近了只一眼，2个人就愣住了。只见阿哲的头上一片凹陷，那凹陷不知是怎么产生的，就像有一根无形的铁杵在他的额头上捣出来的一样。阿哲疼得抱着头在床上翻滚，大概过了有3-5分钟，阿哲才安静下来。阿豪和阿肥关切地问他到底是怎么了。阿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啊，你有头疼的毛病吗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突然感觉有人在敲我的头。阿哲强打着精神说他感觉有人在敲他的头。阿豪和阿肥看阿哲安静下来了，以为没事了，可没想到阿哲又抓着自己的胳膊大叫了起来。阿哲抓着自己的胳膊疼得大喊大叫，只见他的胳膊以一种吓人的姿势向下弯曲着，那弯曲的角度与关节正相反，看得阿豪和阿肥心惊不已。2个人想帮忙又帮不上，商量着要不要把阿哲送到医院去。阿哲却突然停止了叫声，看上去也没那么痛苦了。一连串的痛楚让阿哲精神萎靡，他捂着胳膊缩到了床角。阿肥关切地问他是不是好点了，阿哲却靠在墙上呼呼地喘着粗气，随后用被子把头一蒙，大叫着不用你们多管闲事。对于阿哲的脾气，阿豪和阿肥都很了解，也没再多说，各自睡去了。第2天2个人如常到厂里上班。
在路上遇上了厂里的几个女工，她们正在议论阿哲的事。妈的，简直就是人渣！那狗东西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原来阿哲最近又喜欢上了厂里2号线上的刘婷，可是却在得到她以后又甩了她。刘婷涉世未深，受了很大的打击，请假没来上班。这个刘婷是阿肥的同乡，午休的时候在食堂没见到刘婷，阿肥是热心肠，就打了些饭菜送到了刘婷的宿舍。可他刚走到刘婷宿舍门前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些声音，那声音很是熟悉，正是他们那边的风俗打小人。阿肥踮起脚来往屋子里面看，果不其然，刘婷正背坐在床边，挥舞着手臂，用针去刺一个娃娃的额头，而那娃娃的样子像极了阿哲。扎过了额头，刘婷又用力地去扭人偶的手臂。阿肥想起阿哲痛苦的样子，竟和刘婷手里的人偶一样。刘婷完全没有发觉门外站着的阿肥还在折磨着手里的小人，咒骂之后好像还不解气地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打开窗子，把人偶举出了窗外。随着他松开手，那人偶便从楼上跌落了下去。阿肥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刘婷竟会如此狠毒地去诅咒阿哲。他也没心思再送饭进去，转身离开了。阿肥离开了刘婷的宿舍，打算回去把看到的告诉阿浩。可他刚走到宿舍楼下，就看到那里围着很多人。阿肥心里咯噔一下，想起刘婷把人偶从楼上丢下的情景，他快速地挤到了人群前面。眼前看到的正是倒在血泊里的阿哲。同事们都说阿哲是失恋了，受了打击才会从楼上跳下来，可阿肥最清楚阿哲的为人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一个女孩子轻生的。阿浩说，阿哲死后刘婷也离开了，厂里再也没有谁见过他。而对于阿哲的死，阿浩和阿肥都认为是刘婷用打小人的方法咒死的。阿浩的故事让我对打小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，这也是我在广东期间听闻的最邪乎的事情之一。你见过如此小气的风水师吗？阴阳先生到老太家讨水喝，老太却往水里撒了一把麦麸。老太得知阴阳先生的身份，让其选个盖房的好地方。阴阳先生心中有气，就给老太选了一处五鬼把门的大凶之地。多年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话说在河南某个地方，有一年夏季，天气十分炎热，一个阴阳先生要到一处给人家香地，带的水早早的就喝完了，渴得不行。途经一个村庄时，就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。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，就问他找谁。阴阳先生说自己口渴难耐，跟他讨完水喝。老太太客气地把他请了到院子里，然后去水缸那给他舀了一瓢水。阴阳先生捧在手里，正要大口大口地喝，老太太却从旁边的筐里抓了一把麦麸撒到了瓢里。阴阳先生心里暗想，你这老太不想赠予我水喝，就直说好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心里虽然气，可又不好发作，只能忍着气吹开水上的麦麸，一口一口的慢慢喝。等喝完了水，那老太就问他是做什么的。阴阳先生也没隐瞒，说是帮人看风水香地，也主持红白喜事。老太家正好要盖几间新屋，得知后就请先生给选个好地方。阴阳先生也没推辞，手捧罗盘开始在村子边上转悠。他一想起老太太往水里撒麦麸的事，心里十分的气，就想着寻一块破败之地给他。还真让他在村边上找到了一处五鬼把门的大凶之地。阴阳先生围着心对老太太说，这就是进阳宅风水宝地，能保你人丁兴旺，阖家平安。临走时，老太太出于感谢，还将他远远地送出。几年以后，阴阳先生帮人选坟址，天气十分炎热，一位小哥提了一桶水，让大家歇会，喝口水。挖坑的伙计从坑里爬了出来，汗都把衣服浸透了，舀起一瓢就要喝，被在场的一个老者给制止了。他捡起地上的一片枯叶，捏碎了撒到瓢里。那年轻人忙问，大爷，您这是干嘛？这还咋喝？大爷跟他解释，小伙子，你懂个屁，你出了一身的汗，肺管子正热，一瓢水灌下去，不做下病才怪呢，吹着端着喝吧。阴阳先生猛然想起当年讨水时老太太的举动，跟眼前的老者动机是一样的，帮人办完了丧事，心里十分的愧疚。他打点行囊，又找到了那户人家，走到村边，就见那户人家把新屋盖了起来，看上去满是生机，并没有破败之象。
他十分纳闷，难道自己当年看错了？他正疑惑之时，当年的老太太抱着小孩走了出来。阴阳先生见老人健在，人丁兴旺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连忙跪倒在老人身前，讲述了当年的事情。老人并没有怪罪他，进院之后就好奇地问那老人如何能化凶的为吉地。老太说他一生行善，在阴阳先生走后，又来了一个高人，将他几个儿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阎王。老人5个儿子就是5个阎王，小鬼自然也就逃离了。阴阳先生这才释怀，感叹真是好人有好报啊。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我舅舅身上，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19年的时候，我姥姥脑溢血，一直昏迷不醒，住在医院，家里人轮流照顾姥姥，舅舅也要养活一家老小，所以承担了大部分医药费。每到中午都会到医院里送饭，同时也能看看姥姥，跟姥姥说说话。他也希望姥姥能尽快好起来。舅舅当时已经35岁了，为人老实，特别能干。为了能多赚点钱，他白天晚上都在跑出租，1个多月下来，整整瘦了10几斤。家里姐弟3个都是靠工资过日子，也就舅舅的收入多一些，全家人出力也勉强能交上医药费。舅舅不管每天多累，都会来到医院陪姥姥说一会儿话。当时我妈特别心疼他，让他注意点休息，每次出门总嘱咐他要小心，千万别疲劳驾驶。那天晚上舅舅又拉客到很晚，送一个客人到明珠院都12点了，困得实在受不了，就把车停在了路边，盖了件衣服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听见有人敲车窗，睁眼一看，竟然是姥姥。舅舅忙起身开了门，问姥姥怎么在这。姥姥坐在车里，看见舅舅憔悴的模样，就劝他早点收车回家。舅舅就想多挣点钱再靠会。姥姥说想跟舅舅说说话，然后就起身走了。舅舅一着急醒了过来，这才发现原来是在做梦，点了一根烟，刚抽几口就有人敲车窗，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他说有点急事要去趟即墨，要是在平时啊，舅舅肯定拉他，因为不用打表，可以多要一些钱。但是那天晚上舅舅一直在想姥姥的事，他总感觉姥姥想让他快点回家，就婉拒了那小伙子，让他再找别的车。舅舅觉得是姥姥不行了，才托梦给他。他越想是越觉得那么回事，一脚油门奔向了医院，停好了车，一路跑进了病房。因为晚上医院是不能随便进出的，好说歹说，医院的护士才放他进去。等进了病房一看，姥姥在那躺得好好的，问了我妈，我妈说姥姥没事，就是眼睛一直在转。舅舅那晚也没再出车，一直陪在姥姥身边。第二天舅舅又如常的倒在车的点等着拉人，跟同行的聊了起来。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被抢的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还被捅了几刀，受了重伤，现在在医院里抢救，不知道能不能救活。起初舅舅也没有把那件事往自己身上联系，直到几天后那件事上了新闻，出租车司机重伤不治，3个抢劫杀人犯也被警方抓到了。当看到为首的犯人时，舅舅才知道自己躲过了一劫。抢劫杀人的手法正是那晚要雇他车的小伙子，如果不是那晚梦到姥姥叫他回家，可能自己就完犊子了。我们村以前有个叫李忠平的，老刘家扒房子找他去帮忙，他妈说早起眼皮一直在跳，就不想让他去。他觉得说好的事不去不合适，临出门还说了句我还能死在外边啊。他妈让他往地上吐3口唾沫，重新说，他也没当回事。出了门遇上了住一条街的老陈，也是去老刘家帮忙的，说着话就提到了王寡妇。李忠平早就看上王寡妇了，只是一直没挑明，因为他知道家里肯定不会同意他娶个寡妇。他对老陈说道，除非我死了，要不家里肯定不同意。老陈就说他别整天死的挂在嘴上。到了老刘家，发现王寡妇还真在那帮忙做饭倒水啥的。干活的时候李忠平心一直在王寡妇那，干到中午人都累了，王寡妇就挨个给干活的倒水。等到了李忠平那的时候，其他人都看着他们笑，都知道他俩是咋回事，也就都知趣的闪到了一边。墙根底下就剩下李忠平和王寡妇2人在那，2个人说起了悄悄话。王寡妇觉得一直拖着不挑明也不是个事。李忠平见他不高兴，就抓着他的手说道，我这辈子就是死也要跟你死在一块。突然在一边歇着的人就听见身后轰的一声，墙倒了，李忠平和王寡妇都被拍在墙底下，当场就死了。真的应了李忠平的那句话，一语成谶了。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村的，说的是村里老宋家有个10几岁的孩子叫宋人头，
我们那出个村子就是和送人头总是拿个网去河里网鱼，他妈怕他出事，每次说他都特别凶，像什么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没准你哪天就淹死了啥的。家里老人觉得不好，就说这是好的不灵坏的灵，可他妈就说自己不这么说，那孩子能怕吗？说是一年夏天，送人头又拎着网往外跑，他妈妈没拦住，他就站在院子里大骂，又是骂的那句你早晚淹死在河里。结果那天送人头下了水，果真就没能上来，他踩到了水底的一个坑里，一下子就沉了底，淹死了。他妈听着信，赶忙跑到了河边，可送人头已经送了人头了，他妈抱着尸体哭的那叫一个惨啊，后悔没叫住他，也后悔自己总说他会淹死。所以说人应该避嗔，注意言行，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。这个男人也太倒霉了，因为媳妇快生了，他只好顶着大雨往家赶。那山路本来就泥泞难走，没想到脚下一滑胯，擦一下就掉落了山崖。自己本是个美男子，没想到临死了还摔烂了半边脸。他嘴里含着一口气，就为了等一个有缘人。李忠平正是这个有缘人，他被分配到县里的农机厂上班，本来是在单位的宿舍睡的，可今天刚好是他爹的生日。李忠平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当晚下班就坐上了末班车，下车的时候太阳都下山了。要说李忠平不怕那是假的，整个山路黑漆麻乌的，正埋头走呢，就看到前面有个拦路人，这人耷拉着脑袋，嘿，小子，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。李忠平仔细一瞅，我的个妈呀，咋只有半张脸？经过这一下，李忠平当场就晕了。家里人也不开席，一直等着他到10点多钟。按道理讲，这时也该回来了。妹妹准备出去迎迎，刚走到村口，就见一个人也是耷拉着脑袋走了过来，手电往那人脑袋上一照，不正是李忠平吗？妹妹不知道哥哥怎么了，架着李忠平就回家了。众人见状全都吓得不轻，这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还是当爹的靠谱，一眼就看出了门道。要不说这好好的一个人咋就傻了呢？他让妹子去把奶奶找过来，妹妹不敢耽搁，带着妹夫就去请了奶奶。奶奶过来啥也没带，只带来一条赶牛的鞭子。别看奶奶80多了，甩起鞭子那是啪啪作响。他让阿飘从哪来回哪去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要不然就请你吃竹笋炒肉。阿飘听到这话，吓得一激灵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。没想到他被吓哭了，原来他只想回家看看孩子。奶奶算是听明白了，转头就让妹妹去找辆车。妹妹知道事情紧急，借来了村里首付200万的豪车。到了阿飘的家，阿飘哭着就抱起了媳妇的孩子。奶奶见他抱着孩子不肯放，就让他快点走。媳妇觉得这人像个疯子，一把抢过孩子。见阿飘还不肯走，奶奶又扬起了鞭子。阿飘应该是害怕竹笋炒肉，李忠平身子一软就往下倒。李忠平脸色也恢复了原样，只是之前的事已经全都不记得了。最后奶奶给了阿飘的孩子一个红包，一个平安符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你想拥有一双可以看穿真理的阴阳眼吗？但有的时候知道太多的东西却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个小伙可以看到别人的死期，但这一次要死的却是自己的老师。于是小伙准备做一些事情来拯救他。今天要讲的这个离奇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，主角则是我的一个怪同学，我一般叫他钟平。钟平跟我住在同一个村子里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在镇上同一个高中念书，还被分配到了同一间宿舍。本来挺好的一个孩子，谁知有一次他生了大病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烧出了毛病，从此就变得有些神戳戳的。这天他好像又犯病了，他突然就在课上大吼，说班主任宋老师就要死了。宋老师也知道这小子脑子有毛病，也懒得搭理他，脸色难看地说了放学。放学后老师一走，我们班就炸了。宋老师为人很和善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，因此大家都对钟平略有微词，但他却表现得毫不在意。不过这反而让我有些尴尬，等大家都走完了，我就朝他喷了起来。因为我们2个人的关系，再加上住一个宿舍，大家自然就会觉得我俩是一伙的。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，他这时依然在说着什么老师要死的胡话，但无论我说些什么，他都是那个神戳戳的状态，还跟我说他有阴阳眼。我实在是懒得搭理他，警告他别再乱说话，不然早晚会被禁夫揍。说完我摔门就走了。可事情却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，突然我感觉背后有人盯着我看，这让我很是不爽，
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。果然，就算我不回头，也知道背后的人是钟平那小子。这大半夜的，多少有些瘆人。大约盯着我看了2分半后，他才木讷地打开门跑出去了。等他走远了，我一个翻身就跳了起来。这小子大半夜的，究竟想要搞什么飞机？我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又架不住自己的那颗好奇心，而且我也有点担心他。可说来也是奇怪，他明明看着神经兮兮的，可速度却这么快，一溜烟就消失了。我只好在宿舍的楼道里找了起来。我记得那天正是周末，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，整个宿舍楼都没什么人。可就在我走到1楼的时候，突然被眼角的余光吸引了。那是一间摆放杂物的仓库，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。这时帘子里不停地传出飘飘忽忽的光亮，那小子很可能就在这里。我轻轻地拉开了门上的帘子，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会在接下来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。这小小的杂物间里，此刻全都被搬得空荡荡的。更可怕的是，地面上被人用鲜血画了一个神秘的图案，图案中央是一只被大钉子钉死的老鼠。这让本想走进去一探究竟的我，硬生生地待在了原地。这分明是一座祭坛，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花眼了，我好像看到那只老鼠身上冒出了一团黑气。正在我看得入神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旁边的门被打开了。我连忙看了过去，只看到一个猥琐的人影。不用说，那肯定是钟平。然后我就走进了那个房间，这是一个卫生间。钟平正蹲在马桶上，看到我来了，就跟我说起了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救不了宋老师，他必须得死。要不是看这小子哭得那么厉害，我是真想骂他2句。但此刻我也有些害怕了，他的那些话让人不得不后背发凉。最后我只好拖着他回了宿舍，不然真不知道这小子还会搞出什么名堂来。可就在第2天，我就明白了他的那些话的意思，因为宋老师真的出事了。听说宋老师当时是趁着周末去书店给我们挑补习资料，但好巧不巧的是，他那时犯了心脏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变得那么严重。宋老师一下子就栽到了地上，还没等救护车赶到，他就先一步离开了。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，所以大家都开始排斥起了钟平，几乎没人会再去跟他搭话。